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一起认识一下今天强大的情感疗愈团队。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者文吉尔，让我们勇敢相爱，保卫善良。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作家陆琪。爱情是生活的科学，好好恋爱，好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珊娜。如果做不了别人的公主，那就做自己的女王。大家好，我是雷鸣。好的婚姻呐，不光要有爱，还要有趣。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人对自己的发现不是通过有，而是通过无。所以在爱情当中，你要不断发现自己的不足，成为更好的自己。好的，谢谢各位。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两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杨先生，35岁，来自广东；会计李女士，36岁，来自广东，全职妈妈。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们的感情有什么问题？结婚10年，我为这个家当牛做马，但是在他眼里就是天经地义，我忍受不下去了。问题太多了，但他不想着怎么解决，总是和我吵架，总是觉得他自己委屈。那我呢？怎么样才能维持你们的婚姻？首先，他和他家要妥协，不要逃避，要站在我的角度去想问题。我们有2个孩子，我真不希望闹得鸡飞狗跳的。他应该调整一下心态了。我们都在为这个家做贡献，为什么非得比个高低呢？这个短片里面呀，2个人都感觉是心事重重的。女生说觉得受的委屈太多了，然后男生又觉得你们的婚姻问题特别的多，所以看来确实是2个人对于婚姻都是陷入很迷茫的状态。你们2个人结婚已经10年了，对吧？对，10年了。有俩孩子啊？对，大的9岁，小的也5岁了。男孩女孩啊？男孩。2个都是男孩？对，都男孩。那就先展开说说吧，你们觉得现在最大的这个问题？好，我来说吧。我就觉得跟他结婚10年了，我觉得跟他过得特别委屈。我生老2之前是有工作的，我为了就是更好的照顾家，因为有老大的经验嘛，我就辞了工作，做了自我牺牲。但是他们全家就觉得这样天经地义的，难道孩子就是我一个人的吗？现在小的就老2也已经5岁了，我就想着也快上小学了，就找一份专职的工作吧。刚好呢，又有个朋友介绍一个工作不错的给我，然后家里生活压力也挺大的嘛，房贷什么的，还要养2娃，多一份收入也可以减轻负担什么的，就跟他商量。那他不仅不同意，他合着一家人来反对我。什么叫合着一家人反对？我们那个不叫说合着一家人，是我们爸妈，然后还有他爸妈，然后再加上当时介绍我们认识的那个媒人吧。啊，我们算是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就他是否能去工作这件事情，对，没错，就这件事情，找工作这件事情，我们讨论了一下，大家其实都不是说特别赞同他现在这个节点去找工作，因为还有2、3年，大概我爸妈他们就可以退休，然后就可以帮我们去带一下孩子，啊，我觉得我们都是支持他找工作的，但不一定非得在这个时间点。姑娘，我想问一下，你爸妈也是这个意见吗？不是的，他刚刚说的那个家庭会，其实就是对我的一个批斗会。然后我爸妈其实意见就是说，我爸妈有帮我带大了大娃的，他们家也需要出一部分的力量，就这么想的。但是他们呢，就一昧的数落我，觉得哎，你要以家庭为重，一切以孩子为中心。哎，所以老大当年为什么没让爷爷奶奶过来帮忙呢？其实当初生老大的时候，我呢休完产假之后呢，就是要回去上班，我就是希望爷爷奶奶过来帮忙带的。那我一跟爷爷奶奶说了，爷爷奶奶说，哎，孩子这么小，我们怎么懂得照顾呀？你要不然请个人吧。我现在想请个人吧，还得要花钱吗？那我们当时经济也一般般。外人我也觉得不太放心，因为孩子毕竟还小，他们就说那这样你还看看怎么解决，就不想管。后面我就去请求我爸妈，就一把屎一把尿帮我把大宝拉扯到了上幼儿园。
但是现在你看，问题又来了一个，当时大宝解决了啊。二宝我自己带没问题，我已经带到这么大了，那合着你们家里人也要出一点力量吧，不要总是说我和我爸妈牺牲。首先啊，我很感谢我岳父岳母，其实他们也很辛苦，这我也知道，我老婆也很辛苦，我也知道，我也清楚。其实我爸妈也有在现在他想找工作的这个节骨点提出一些方案，就说找一个人去帮忙带，费用他们也可以负责，但是目前为止没有找到合适的，是吧？而且确实找工作现在机会不是特别多，那过个2-3年，说不准机会就越来越多了。其实他就想捆我在家里。为什么生二宝？当初其实是一起商量的结果，因为我家里是有弟弟，我就深知道是说，家里有伴是有多好，然后有商有量的，而且呢，现在我父母呢也在我弟弟啊帮忙照顾着，但是我先生这边呢，他是独生子。他从来都是一个人，然后我就觉得，哎，大宝又大了，我们商量一下要不要个二宝吧。当时候我跟他提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正在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说调职调薪的阶段。但是我是觉得嘛，虽然男人事业也很重要，但是如果你不以家庭为重，没有平衡的话，我是觉得我错过了这个最佳的生育年龄，可能我将来就要不了或者不想要了。所以哪怕你再怎么样，我说其实你之后生孩子不耽搁，我就这样跟他商量的。但是他怎么样，老是把这个拿出来，不是你要二胎的吗？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他自己这个人也是越来越过分，有时候说话那些对我们这个家还有孩子越来越没耐心，一说什么事情啊就马上给你跳脚。那一次很过分的就是，7、8点吃完饭了吧，然后就有一点事情吵了2句，他就甩门就出去了，几个小时吧，然后直到12点，我打电话不接，人不回信息，然后哪我都找不到，然后身边有些朋友我都联系过了，都说没见着。我说，哎呀，这么晚了，我也担心他的安全问题。那个小孩睡了之后，我就通街去找，周边小区找了个遍，最后面在车库找着了，在车上听着音乐睡着了。我说你气不气人嘛？就是家里那些事都没干，然后自己就在那边就耍赖了，然后什么事情就扔给我，我就说你这个家都不想回了，你就车里过，你走得了。当时我那天早上啊6点多就出去工作了，因为还有一些事情要做，很早就已经回到公司里面开始在加班在工作，然后忙了一天，然后到晚上大概7、8点这个样子才回到家，然后看到他把那个孩子的衣服跟我们的那些袜子呀放到一块儿，我就其实轻轻地提醒了他一下，就说我们的那些袜子啊跟孩子的衣服放在一起呢，很容易会互相污染。那我就这样轻轻地提醒他了一句，他倒好，他突然就大发雷霆了，就直接对我说啊，我也很累啊，这些小事你自己做了就可以了嘛，是吧？他就一通说我，那我也当时因为大宝在写作业，听到我们这边有争执，然后就砰的一声就把门关了，其实已经影响到孩子做作业了。然后小宝从另外一个房间出来，然后他正在画画，然后就问妈妈为什么这么生气啊？是不是爸爸做错事情啦？然后当时我就没有去反驳啊，我继续干我自己的事情。那你为什么又摔门而去呢？我只是说后来确实觉得自己心里憋屈，我就只是想说把我这些负能量啊，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静静的把它消化掉，是吧？我觉得我在自己的车里面，是吧，听一下音乐，那确实那天也太累了，确实听着音乐就睡着了，电话也没听着。是后来我又跟我太太说，哎，对不起，不好意思，我也没听到，是吧？但是在他看来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件事情。哎，你对你太太有什么不满的地方吗？我觉得我在家里面没什么地位。怎么说？吃饭的时候跟孩子说这个说那个啊，然后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不对的地方，其实没必要在吃饭的时候教育孩子嘛，是吧？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应该维护我们在孩子面前的形象，我们是孩子面前的榜样，是吧？但是他没有这个意思，就好像说啊，我辅导大儿子做作业的时候啊，我因为孩子有时候不专注嘛，我就提醒他了一下，用笔敲了他一下手，他就跑过来说你怎么一点方法都没有，一下子就炸了。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孩子自己就知道，哎呀，妈妈说的对，爸爸就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做了坏事，
爸爸是坏人，这样子潜移默化的，孩子心目中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印象。我问一下，他是陪孩子写作业吗？是，他是有陪孩子写作业，但是我觉得那不是高质量的陪伴，真的就没耐性的，哎，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然后你先自己想想，然后就搁一边玩手机，那你觉得这是陪做作业吗？所以有时候我跟他，我就是说，你给多点耐心给孩子，孩子可能真的现在小，他达不到我们期望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多点耐心，不是多点他陪伴，了是吧？对，陪了，但是陪了就不容易。咱们家老大几岁？9岁。9岁，我向你保证，9岁孩子的作业，相当部分的爹妈就算陪着写，他也不会做。他顶多能做的就是保持存在，认真一点啊，我们专注一点啊。你会教吗？9岁孩子作业好多题，真的。但他没耐心啊，他老是说的，还想上手了。我就说，哎呀，你多点耐心啊。跟他说2句，他就说我跟他唱反调。有本事你换1个礼拜试试，你上不上手？但是孩子真的有时候他说，哎，反而是说跟我比较亲啊，说反倒不尊重他，没有那么一回事。我从来都教育孩子说，一定要尊重爸爸，爸爸跟妈妈都一样的，都那么爱你。但是孩子啊，你别看他小，他机灵得很，他知道谁对他好。没有，不是你说的这样的说，孩子自己心里面明白。你越这样说，就证明你在有意引导孩子。是因为谁在辅导孩子课业作业，谁会跟孩子的关系比较紧张一些？家家都是这样的。行吧，你们俩今天各自说一个诉求，要解决啥问题？我觉得我需要出去找一份工作，就我在家已经牺牲了这么多年了，包括我跟我爸妈都牺牲过，起码他家要妥协，要帮忙出点力，就是立刻要出去工作，对吧？对，来，先生，首先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支持他去找工作，啊，这件事情是毋庸置疑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希望我们的沟通更顺畅一些。他可以立刻出去工作吗？如果能找到替代的方案，我觉得是可以的。不能找到替代方案，那家庭的问题还得解决呀。你来带。那我可以完全在家里面全职带娃，那他完全去工作，可以，这个我也能接受啊，我也能接受，只要他能接受，我也能接受。你现在1个月挣多少钱？1万多一点吧。我相信我也有这个能力挣到这个钱。不是说好了请人这钱由爷爷奶奶出吗？怎么又改了？不可能。怎么又改了？爷爷奶奶能给个2、3千块钱最多了。那爷爷奶奶不出，亲爹出。你不辞职，你也工作，你老婆也工作，1个月给2、3千块钱给你老婆，然后让你老婆外头找一个人，每天晚上3个小时钟点工，可以吗？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哦，不可以。现在不好请人，而且这个钱也不一定请得到。啊，我觉得可以换一下，男的全职，女的出去工作 ，OK 的。反正现在今天他们的诉求挺简单的，就是女生要出去工作，然后男生就在想各种各样的方式在阻挠嘛。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今天同样来求助的这组嘉宾马先生、张女士，你们听完他们2个人的故事，有没有一些共鸣啊？全职妈妈真的是这个身份太可怕了，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工作，然后并且呢，就是我一直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要辅导孩子写作业。我觉得即便是一个学霸，因为现在的这个孩子的知识已经就是迭代的很就是我们想象不到了。我觉得有什么样的这个专业性还是资格能够把孩子辅导好，然后并且还会事与愿违，产生一系列想象不到的关系紧张的矛盾。我觉得其实一开始就不应该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很羡慕他们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就结婚，而且我也很羡慕他们有2个可爱的宝宝。哦。另外呢，就是说到他们俩的这个诉求而言的话，其实呢，我个人是倾向于女方能够走出去找一份工作，这样呢，她不会跟社会那么的相对脱节啊。而那个男方呢，也希望他能够多给女方一份包容。所以你是支持女生出去工作的，对吧？是的，我支持女方出去工作，然后呢，也希望男方呢能够更多一些时间。陪到自己的宝宝，更多的时间，爱护自己的妻子。好，谢谢马先生。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老师们给你们一些什么样的意见，好不好？就自己找工作，出去工作呀，你放心，天塌不下来。
一个女人，你到任何时候，你是一个社会独立的人，你想要出去工作，你需要召开家庭会议，你还要被批斗，你们这个介绍人还有售后服务，居然，就是姐姐，你这个生活的有点太卑微了。我是你，我现在就出去找工作了，你不用跟他商量。而且你这个老公，我不觉得他是一个什么对你特别好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一直都在彰显他自己的价值，然后一直在贬低你的价值。啊，你的价值难道就只是在家里面去带孩子吗？这位丈夫，如果你想要别人帮你干活、帮你做事，你是不是至少态度应该好一点？你是不是应该哄着他来帮你干活、帮你做事，而不是让所有人站在他的对立面？你去孤立他是没有用的。另外还有这个李女士，你实在是与这个社会太脱节了，就他在与这个社会脱节以后，你的孩子跟他一模一样，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大脑。你们老是说什么为孩子好，为孩子好，我觉得根本就不是，你就是打着一个为孩子好的名义，我觉得你就是想把他箍在家里面，然后你好像在一个很高在上的位置，我觉得这是你个人的一个认知问题，这个您要稍微提高一点，要开放一下，给别人走出去的机会，也给自己一点机会，因为你不能保证你这个活能一直干得下去，干得非常的好，这是从一个家庭结构的稳定性，从您孩子未来的发展，从你的这个老婆她不会抑郁，内分泌不会失调，我觉得她出去工作是一举多得的事情。您不要只站在说一个视角去看问题，你替你的孩子多想想吧。既然你这么爱孩子的份上，还有说什么关于这个什么生二宝的问题，一个人是生不出来一个孩子的，不要老说是因为你要生，你不配合他生不了。杨先生，你所有说话的方式都是一样啊，我毋庸置疑，我们都是支持他的。这种冠冕堂皇的话，你就不要拿到我这边来说了，对吧？你那么毋庸置疑的话，他早就已经出去工作了，何至于还站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呢？第二个是啊，我就要跟太太说一下，我是非常不建议女性回归家庭当全职主妇的。你说你现在难，你说60年代那些爹妈，难道他们不难吗？他们双职工啊，家里面也是1个2个的孩子，那么多年都撑下来了，他们怎么过来的？凭什么我们现在说我受不了了，我得回家，都是自己内心的懒惰。所以啊，我知道你有多难，什么隐形劳动、情绪劳动，是吧？这些东西我都懂，但是你永远记住一点，是你自己选择了待在舒适圈内。所以既然你现在选择了你要跳出来，不会有人支持你的。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家庭他最擅长的是什么？叫辅助者认定，他就是需要有一个辅助者。你愿意当一个辅助者，那就把你认定为辅助者。你既然已经被认定为辅助者了，那所有人好了，你就辅助所有人就好了。他是挣钱的，那当然得听他的，钱在他爹妈手里面，当然得听他爹妈的。所以你永远期盼一个救世主掉下来，没有救世主，只能靠自己。第三个是我再给你们撕一下伪善的面具，你们这个事儿有那么难吗？一个9岁，一个5岁，俩孩子，我给你安排一下生活，很简单，你们俩都出去工作，我都不需要你回来当全职家庭主妇。早上1个人送1个孩子上学，然后俩孩子都在学校吃饭，到了晚上你出2000，你出2000，1个月4000块钱，雇一个钟点工，3小时来给你们做一顿饭，你们自己接娃，行不行？可以，没问题，也没问题，对不对？那么好了，所以我跟你讲，事情永远没有那么难，无非就是大家承担一点损失。你老婆已经为这个家付出那么多，现在只不过让你承担一点点损失。好，你爹妈不能管这个东西，我觉得 OK 的。为什么？老人是可以不管的。对，老人没有这个责任，是可以的。那我们自己吃点苦，那怎么办呢？你现在要工作，对不对？要工作你就得自己背上来。孩子是你自己要生的，对不对？你们2个人都同意的，那就自己背上身。所以人永远靠自己去奋斗，只有就是你想要好工作，你得自己奋斗；你想要出去工作，也得自己奋斗。我们中国女性所有的地位几十年来都是靠自己奋斗来的，没有救世主天上掉下来的。所以呢，大家如果都想找陆琪老师来解决你们的情感困惑或者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去搜索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你们就可以找到陆琪老师帮大家解决问题了。而且呢，如果你要提你是爱情保卫战的忠实粉丝的话，还可以获得新人礼包。我特别想跟王女士说2句，我建议你等节目在播出的时候，你一定要看一下这期节目的播出。为什么？你看一看怨妇长什么样，
当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这样你的世界才能发生改变呀。所以我给你一个非常非常真诚的建议，就是你一定要去看这期节目的播出，看看自己的状态。接下来就说全职妈妈的这个问题。全职妈妈这个问题，我曾经在生娃的时候也遇到过呀，因为我的这个工作很特殊啊。你是否还能继续在这个舞台上工作呀？你是怀着宝宝的时候，你能不能在这个舞台上？我一直坚持到生产前9个月的时候，然后生完了之后，月子做了42天，立刻返回职场。为什么？我心中就一个坚定的信念，我打死都不能当全职妈妈，我再难我都要扛下来。我们家没有任何老人帮忙带娃，因为我知道只要老人一掺和进来，就他们有权主宰我的生活。你只有自己去克服一切的困难，把自己的生活摆平，你才有资格不让别人指手画脚你的生活。非常难，有一段时间我特别难到我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咬牙坚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是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你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妈妈就必须先成为那样的人。所以你想让你的儿子坚韧起来，你想让你的儿子未来成为什么样的男人，你就要向那个方向去努力。我得先成为这样的人啊。对爹也是同样的，如果你不想让你的儿子以后成为一个碰到任何的事情啪先甩锅的一个男人的话，是一个真正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话，你先承担起来所有的责任。这就是我想跟你们说的关于全职妈妈的，其他的没有什么要说的了。谢谢二位。杨先生一个月挣1万多块钱，是的，是吧？对。每个月给多少钱给老婆？其实他基本上没怎么给家用。多少年没给过老婆家用了？就我全职带娃这5年呀，都没给过。这5年都没给过是吧？对啊，因为他这边也背负着。那你的生活来源？丈夫是做什么工作的？财会。对，财会人员最起码的素质是什么？对数字敏感，逻辑性很强，所以在一个点上反映你其实你很聪明，你很严谨。就是这钱再怎么问，父母能给多少也不知道，我得跟他们商量，很合情合理。但是你在你的收入撒了一个大谎，一个公司的会计部门是一个职能部门，不是业务部门。他每个月的收入相对稳定，即使每个公司不一样的绩效，那年底或者年终，但大概其差不多，对吧？我说的没错吧？那你怎么说不清楚你挣多少钱呢？
那老婆为什么不知道你挣多少钱呢？有隐瞒，隐瞒的背后是什么？恰恰和你们不想让老婆出去工作的原因是吻合的，是因为她现在出去挣不回来你们付出去的钱，请保姆的钱，对吗？那现在确实请一个人，对呀，你知道，你比我们更了解你老婆。其二，你要什么？你要话语权。因为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老婆辞去了工作5年前，你反而不给她家用了，她没有收入了，你应该给她家用的。你除了负担这些还贷的钱以外，你要给她家用的。那你知道她的那些花出的钱是从哪儿来？那是她的积蓄，对吧？你要掏空她的积蓄，你要掌控这个家，你要这个家里的话语权，你说了算。所以你特别介意老婆在孩子面前说你的不是。她想出去，一方面是为了挣钱，因为她觉得我出去能给家里多一些家用，因为她觉得现在压力很大。那实际家里的支出财务情况到底是什么？你为什么这么稳？你是一个会计，你知道我们家如果每个月都是月光的话，你能这么稳得住吗？所以敞开心扉，交你心里那笔账给到他，好吗？至于出去不出去，什么时候出去，你们商量着办。你呀，应该去闯一闯，但是在闯社会之前，咱先把家里这点事儿搞清楚，否则你出去后院会起火的。好，谢谢曲总。接下来你们2个人坐那儿想一想，刚才大家说的这些话有没有一些启发？我们来换上我们今天的第2组嘉宾。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马先生，35岁，来自四川，公司合伙人；张女士，38岁，来自北京，自由职业。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们的感情遇到什么困难？他是个博士，别的都挺优秀的，就是谈恋爱一点都不行。我觉得他不尊重我，我跟他2个人在现实层面有很多问题根本谈不拢。他整个人又很霸道，越来越无理取闹。你最接受不了对方的什么缺点？他对这段感情特别理性，他只爱他那份工作，从来没给我提供过任何情绪价值。我觉得他在处理他的那些异性的关系存在很大的问题，整个人又很虚荣，越来越心浮气躁。哎呦，这有意思啊！一个人形容一个人说他对待感情太理性了，然后呢，男士对女士的评价是虚荣和浮躁。你们2个人是恋爱关系对吧？是的。在一起多长时间了？1年左右。怎么认识的呀？我们一块儿做志愿者认识的。谁追的谁呀？是我追的他。哦。当时就觉得他跟我之前认识的那些女孩、接触的那些女孩不一样。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善良、特别单纯，而且特别真挚的一个女孩。然后后边进一步了解，之前呢也在一家外企做 HR，工作能力也很强的。所以说我觉得，哎，这个女孩，哎，确实还不错。她也单身，我也单身。然后那要不就我们俩发展一步。就在一起了哈。是的。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感觉还都挺好的呀？3个月的蜜月期嘛。感情肯定还是甜蜜会多一些。但是后边随着时间的发展，有些现实问题呢，也逐步的就呈现出来了。来，那咱就说说啥现实问题呈现出来了。因为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嘛，他呢就知道我父母在成都呢是已经有7套房了。他呢就要求我，就是给我父母说，把成都的那房子呢卖几套，然后呢就跟着他，在北京的朝阳区去新买一套房。是这样的，因为他工作特别忙嘛，然后呢我在北京，我爸爸也在北京，他呢平时就是到我们家。我觉得一个女孩嘛，然后有时候我爸也会说，这个老上咱们家来是吧？我觉得多少1年多了也不是特别方便，而且呢也谈婚论嫁了。再说现在的这个状态下，其实在北京买一套房子，我觉得挺合适的。我也不是说光为我自己一个人考虑，而且他在他的老家有7套房，我觉得处理完了以后，在北京
名买一套，这也是婚前财产，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可担心的。啊，就是这个房子不用写你名是吧？不用写我的名字，因为我有房子。就这件事情，咱们必须厘定一件事儿。您承不承认，他要求您在成都不管卖几套房，您在北京在婚前买一套房不加他名字，您承不承认他确实没有在财产上有什么考虑？我承认。承认。您觉得他为什么要在北京让您名下有不动产？我想的呢，可能就是让我呢在北京有套房子，然后呢就稳定下来，然后呢就是能够跟他踏踏实实在北京生活。对了，所以您是不是觉得他这个要求也是他对您这段关系当真的一个表现？这个我是认可的。好嘞，那就行了。他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卖我爸妈的房子？对，所以我追问一下男士，就是你对他有意见，是因为那是我爸妈的，你别惦记，还是说你压根就没有想在北京买房，没这个规划？我是有规划在北京买房，但是在北京买房的前提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在北京买房。所以呢，我就觉得是不是一方面也有他父母不同意我的意思？因为我3番5次的跟他提，现在我俩相处1年多，谈婚论嫁了，他从来不让我见他爸妈。然后我在北京，我爸跟我在北京，他见我们家人倒是很习惯。所以我也刚才就是说这个房子这个事儿。为啥不让他见你爸妈呢？不让他见我爸妈呢，确实有些现实层面的考虑。啥？因为毕竟我是个博士，他是个专科，而且呢，我俩呢在年龄这方面呢，确实呢也有那么几岁的差距。我父母呢，他们可能内心还是想我找一个就是年龄比我小的女孩，然后学历相当的，就父母像这样想呢，他们也没错。另外呢，其实我父母呢还有一些小心思，就是他们可能因为毕竟独生子女嘛，他们可能更倾向于我不是在北京打拼，而是就是回到成都。哎呦，所以他为啥？那这2点可都是女孩介意的。那我请问您，针对父母的意见，您的应对是什么？针对父母的意见，我的应对就是我想的是，因为他目前不是自由职业嘛。然后他如果能够就是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一份全职工作之后，然后这个时候我借这个契机，然后带着他大大方方的回去见我父母。那不还是学历上有差距吗？一个专科，一个博士，年龄不是还是没改变吗？这到底是你父母的介意还是你的介意啊？年龄和学历的差距是我父母的建议。但是目前而言，他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是你的建议，这个是我的建议。如果满足了他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这样我也有一个相对充足的理由，能够大大方方的把他带回去见我父母。明白了。就是还有一个问题，说男生觉得女生什么太虚荣和什么跟异性的关系不清楚，对吧？在小片里面我记得有说这一点，这是什么情况？他在处理他的那些异性朋友的关系方面呢，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啥问题？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嘛，他之前有一个男朋友，是一个牙科大夫。他现在牙齿出现了问题之后，他还去找那个大夫，这我就很不理解。而且为了这个事儿，我是提出了我的方案，就是说在北京，我可以帮您联系到就是3甲医院的专业的牙科大夫。然后你为什么？你这牙齿有病，你老要去找你的前男友。我工作不是不稳定吗？我找他的时候啊，他多少还能给我有一些优惠呀。而且我还跟他说，你要是不放心，你陪我去。他也不陪我去，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她还有个男闺蜜，她这个男闺蜜，他们2人认识30多年了。我特别不喜欢这个男人。为啥？我们一块聚会的时候，她的这个男闺蜜就会当着那么多的人，问我，就说，哎，你不是博士吗？你这去年挣了多少钱呀？你兜里边有多少存款呀？然后我就实话实说呗，我这因为是刚毕业，去年呢这个也挣了就不到20万，现在呢存款呢也没多少。然后他就奚落我呀，他就说，啊你还博士呢，结果才挣这么一点呀。我心里面就想，你这搞不搞笑呀？你一个工作了10多年，然后现在混得连就是社保都没有的这么一个人，来奚落我一个刚刚毕业的人，然后目前而言现阶段挣不了钱。我觉得他这话真的也没毛病。而且这个都还不是气人的。气人啥？气人的是他当着我的面就说，在他的心目当中永远给他留下一个位置。说这话这会儿，女士你在场吗？
我们3个都在。那你的反应是什么？因为我们30多年了的话，从小就认识，我觉得以他的性格，他应该不止和一个女孩这么说吧，而且那反应还面带笑容呢，而且还当着这么多人面，那肯定没有什么呀。再说30多年的闺蜜，那你的反应是什么呀？我的反应觉得挺恶心的，那是正常的反应。所以这个是你觉得女生跟异性边界不清的，你对女生还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吗？在他的心目当中哈，会把我当成我们俩都特别讨厌的一种人。什么意思？他会觉得我是一个画大饼的人哦，但是其实对于画大饼这个人，就是我和他都非常讨厌哦。那为什么他会觉得你是个画大饼的人呢？他在他的那个朋友圈里边看到其他的朋友发了在密云拍极光的照片，然后他就给我说他也想去看极光，然后是我这答应了他了，我说行，我这那个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我一定陪你去看极光，但是请你给我些时间。然后正是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工作忙没能兑现，他就觉得我是在给他画大饼。这事儿也不是说兑现就能兑现。北京前一段时间有一次在密云最北端真的观测到了极光，但是这几十年就那一回啊，就密云没极光了，然后咱去其他地儿看极光，我也答应了他，那立马就得走是吗？对，当时是这样，因为他工作总是忙，他总是有这种理性的这种的理由。我觉得谈恋爱还是需要点浪漫和激情的吧。女士，我突然觉得，你觉得这句话浪漫不浪漫？我心里永远有你的位置，浪漫吗？我觉得挺浪漫的。你男闺蜜很符合你的调性，但是他永远是闺蜜啊，要不然30多年还有他什么事儿呢？姑娘，还有什么事儿在你心里面觉得这男生好像特别理性？太多了。就比如说吧，就是现在全国人民都特别喜欢这个胖东来，然后他的工作老出差，正好去了郑州嘛。然后呢，我说反正都是在河南，省得就是在从北京出发了。然后赶上一个周末的时候，我说那我晚上去找你，你陪我去逛一下。他就不去，然后我给他发信息他都不回，最后还是我自己去的。我去出差呢，是去郑州出差，而不是去许昌出差。我的目的是过去出差，是过去工作，而不是过去陪女朋友。第二，我觉得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去专门花时间去看一个网红超市。他有为你做一些他不想做但你愿意做的事儿吗？没有，一件都没有。当团长那件事儿，也算是我为你做的吧。虽然说我知道我做的不好。什么当团长？就是我周围的朋友们都笑话我，找了一个谈婚论嫁1年多的男朋友，没见过这人。然后我出去玩去都是我自己去，就是基本上都在劝分吧。然后我说那咱们传个局吧，然后把他放进去竞选一下这个团长，证明一下我这男朋友也是有这种为大家服务的这种计划能力，不是说光是一个直线思维的理工男。然后呢，那个他倒好，他往这个大家的群里边放了一堆什么他的这个生平集锦、博士奖学金、这个什么录取通知书和名人合影、公益照片。其实我就是直线思维嘛，他不是要想让我在他朋友面前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嘛。然后我想，那最直接的方式，我就把我发给甲方的那些资料撂到群上边，这不是最简单了吗？我这资料有，我今天有带来吧？我们能看看你怎么发到群里面的吗？哇，与前辈合影、个人收藏、公益活动、参加文化活动、手绘旅游、登山露营、博士录取通知书，就这些都发群里了是吧？对，还是压缩包。你朋友们都怎么评价呀？那就是怪不得不带你去玩呢。你看看人家什么水平，咱们什么水平呗，不就这意思吗？不光不带你去，也别带咱们去了，让他自己去吧。你那些朋友都是北京人，都是北京姑娘哈，北京大妞。哎，我一直特别好奇，就今天这个马先生之前还说来着，说这个位张女士说好像什么爱慕虚荣。爱慕虚荣这个事儿呢，是因为他之前不是买辆奔驰嘛，然后买了奔驰之后呢，就加入了那个奔驰车友会。她平时其实是一个挺单纯、挺朴实的一个女孩子，我就喜欢她的这份质朴。但是她加入了那个奔驰车友会之后，她就开始精心的打扮、精心的装饰，而且不是装饰她本人，是装饰自己的朋友圈。她去就是下载了一个 AI 软件，然后把自己的那些照片啊那些传到这个 AI 软件上边，生成各种各样的
展现出自己生活无比奢华糜烂、无比丰富多彩的视频。来看一眼奢华糜烂，看一眼呗。这是 AI 合成的吗 ？AI 合成的免费的 AI 软件。他没干这件事，他能给他弄成这样啊？其实有的我还进行了2次的创作，我就是觉得娱乐自己、娱乐大家，这没有什么的，挺好，挺好，而且挺好玩的。对我就是觉得挺高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把自己女朋友形容成这样。但是有一个啊，第一个就是一个女性在那儿美来美去，对吧？第二个是一个女性啊，参加酒会被好多男性包围。第三个呢，就是一个 DJ， 您觉得哪个糜烂？如果说“糜烂”这个词语呢，您是刚才自己说的啊？确实用的可能有点狠啊。但是，就是我之所以不喜欢这些视频，是因为这些视频里边呈现的他和他现实生活的呢，他完全不是一个人。你们俩今天来的这个最大的诉求是什么呢？你俩谁要来呀？是我主动申请过来的。因为我一直读书上来，然后后边要创业。所以说呢，其实感情经历这方面呢，可能确实比较少。然后呢，就是我跟他2个人到底是否走下去，这个呢，我现在心里边呢还打个问号。哎，你们打算结婚生孩子吗？之所以就是恋爱结婚，肯定也是奔着就是去结婚生孩子去的。但是呢，就是在相处1年之后呢，也有那么多问题，就真的很难以调和。你愿意结婚生孩子吗？我是要结婚要孩子。要结婚要孩子，您呢？丁克，这个他是同意的。哎，他不同意，刚才他要孩子呀。他跟我说的是同意的，当时。那个是因为就是，我还是要为他做出一些妥协嘛，为他做出一些牺牲，所以说呢，就是要孩子这个为孩子这个要孩子这个事儿呢，他确实不愿意。然后我们之前也商量过，然后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这个事儿我们可以缓一缓。但恕我直言啊，女孩的年龄也缓不了多久了，所以你们得想清楚哦。所以你看这问题还是挺大的。咱先问问今天第一组来求助的，杨先生和李女士，你们怎么看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之间是足够相爱的话，其实很多矛盾都可以解决。但是你说要是这个问题谈不拢，那其实你们真的要想清楚。包括经济啊，包括你们相处的方式啊，这些都要撂开来说清楚，这是对婚姻最大的尊重。好，谢谢李女士。来，我的看法，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是不需要不需要条件的，但是如果说要到结婚谈婚论嫁的这一步的话，我觉得需要适合，就是不是说我嫌弃你什么，我嫌弃你什么，就是大家其实都能对上眼吧。我觉得是我能跟他生活在一起，就是能包容他的缺点，这个才是说能走到结婚这一步的。来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各位老师的建议。分手吧，有什么好说的呢？大哥，我觉得你对他的一些打压太明显了。这个姐姐身上有她灿烂美好开花的地方，只是那些在你的眼里，她跟你的价值观是不符的。你一直在强调说你要找一个淳朴的人，淳朴的人，淳朴的人。说实话，你有一点要跟这个姐姐学习。她在这个社会中，她融入得很好，但是您跟社会也脱节了一段时间，因为一直在高校里面嘛。其实高校里面跟你出来创业是完全2个不一样的战场。所以其实很多我觉得人情世故方面，你其实是可以跟姐姐学习的。至少她的朋友跟她都还挺玩得到一块儿的。还有一个就是您说那个你父母嘛，一个是因为觉得你们俩学历上的差距，还有年龄上的问题。其实，在你第一次你父母跟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提分手了，没有必要互相的纠缠和蹉跎，以此来证明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不是我主动想要放弃你的，没有关系。我觉得谁放弃谁都没有关系，但是要说出来，要敞亮的说出来。还有一个姐姐，就是我为什么也劝你们俩分手，是因为你跟他在一起你会痛苦。他其实内心还是比较传统的，他对他的人生是有那种战略眼光的人，他知道了他什么时候阶段应该做什么事情，而且他对自己有一个非常明白的，就是科学的，他可能自己心里有一个表，
就阶段性的我要干什么，我要达到什么样的成绩，我能做到什么。所以您在他身上你喜欢的那种生活，你想要人家来欣赏你，你想要别人来，就是给你提供这些情绪价值，并且理解你，他绝对不是个这样的人。就他不会让你快乐，姐姐，你的快乐我们都能够欣赏，但是他不能欣赏，那说明这个人他就不对。他有他的人生，他有他的星辰大海，就你也有你的快乐之路。我觉得你们俩现在就立刻分开。我觉得谁也就是我们不要去埋怨或者指责对方什么，你们各自都很优秀，各自都会有很快乐的生活，会过得很好的。你们这段情感吧，确实有点鸡肋啊。鸡肋原因在于马先生啊，你是一个真正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你们就可以找到他了。记得要提一下自己是爱情保卫战的忠实粉丝，就可以获得新人大礼包。我说点接地气儿的，就是特别落地的话。你俩这个年龄，其实说实话，找对象都挺难的了，肯定家里面各种催，朋友也到处给介绍，俩人又都属于那种我必须得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去接触一个，甚至可能会比较不太愿意去相亲，因为可能相亲也相了无数遍了，没有碰到合适的，对不对？我们越找越难，越找越难，是为什么？是发现你挑剔的目光从来没有变过。如果你想要让一段恋情或者一段亲密关系能够长久的相处下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需要更强的包容心的，但是有一个大前提是，我得特别特别爱这个人。为什么我们说一定要找一个爱的人结婚？是因为未来的婚姻生活和未来的日子，它会被你的一地的鸡毛蒜皮和鸡零狗碎把爱消耗没有的。如果连爱的这个份支撑都没有的话，你们的关系会很快结束。你们现在就是这样，面对了很多实际的问题，爱的能力不足够的强大，所以开始产生了各种各样看对方不顺眼的事情出现了。所以我倒是觉得，如果你们真的没有看上彼此的话，或者说现在发现了彼此身上有很多的问题是自己包容不了的，那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大家说清楚就好，其他的没有什么了。我只是帮你们更多的去认清自己和这段感情，就这样。实事求是的傲慢是不是傲慢？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在一个外企做 HR， 现在你要有稳定工作哦。你那些视频，很多女性都喜欢拍，那个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就是一个尚未磨灭的小梦想。迷了，我就是来郑州出差的，我不是来郑州去逛一个网红超市的。实事求是，每句话每个字都是真的。一个混到今天连社保都没有的人，居然敢说在我面前说他心里永远有你的位置，恶心！
首先，一个男闺蜜冒犯了你的男朋友，你男朋友说他恶心，我成立。为什么一定要加上一个混到今天居然连社保都没有，还有意思在我一个博士面前说他心里一直有你的位置，恶心！为什么这么多前缀？另外，我再告诉你一个傲慢啊，你以为他35、6了？一个人真的能书卷气到那种程度？我在我女朋友的朋友圈里、群里，你们不是想看看我什么样吗？我啪一下发过去，有本事出来比我强的。虚荣，那所有的东西发在那里哦，啪啪的响哦。实事求是吗？实事求是，我发的哪个是假的？实事求是的傲慢都不容你否定，但是心甘情愿，你就可以忍，因为你真的不耽误着。所以我说完了，我不认为您这个傲慢不对，可以继续。就是我相信有人会愿意仰视，有可能就是他愿意仰视，但是这种仰视，你能给他多少空间？我想说说我认为最核心的事情，真诚。我个人不认为你们俩没有在一起的可能性。我说我几个我看到的真相哈。第一，我顺着雷老师说的傲慢往下说，我认为为什么男士要傲慢？是因为内心不自信呢。真正自信的人需要在你的朋友圈里甩出我那些学历吗？包括房子的问题，我7套房在成都，那是我父母的。前置是什么？其实在北京有可能那7套房抵不上他那1套房。为什么她的男闺蜜说的那句话那么刺痛了你？比较谨慎地说，我刚毕业，先给自己来一个前提，我虽然这么大刚毕业，但我有20万，但其实你掩饰的是什么？就是你的岁数。所以其实这是掩饰，就不够真诚。你为什么能看上姑娘呢？为什么？正是因为她的不同啊。你身边有很多的女博士，对不对？是的。她们有对等的学历，有稳定的工作，但是没有感觉呀。这只是你谈的爱情。但如果要步入婚姻，你是切切实实想步入婚姻的，这点毋庸置疑。所以就考虑了很多理性的东西，但如果没有心动，没有那种付出，这个婚姻不要也罢，很枯燥，没有意思。每个人都是多样性的性格，既有理性又有感性，他一直是在用感性来在维系你们关系，甚至于关于孩子要不要，为什么不要？你真的是不想要孩子吗？不是的，是我之前有一段就是马上要领证的感情，他们提出先在结婚前领证之前先生孩子，我觉得这个我万万接受不了，所以我对这个生孩子这件事特别恐惧。所以其实他的本意你能听懂吗？能理解吗？他不是抗拒要孩子，而是生怕要孩子是你们结婚的一个条件，甚至于是目的。他是需要一个真正的爱情的。人都有不同，你们就是因为不同走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多加一些真诚，再加上包容，两个人会过得非常幸福。你们很简单，如果想要继续再交往的话就出来，不想或者说想再考虑一下，都可以不用出来了，好不好？你们俩得设个限，如果你支持妻子当下立刻啊，不是说2年之后，就是当下立刻马上出去工作的话，没有前提条件的，对，就出来。如果你觉得还是要考虑这个考虑那个，就不用出来了，好吧？好，感谢两组嘉宾。揭晓答案之前呢，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我们来揭晓我们今天第一组嘉宾杨先生和李女士的结果。3、2、1，请开门。支持要出去工作了哈。来。杨先生咋想的？跟我们说说。首先，我想说2个感谢吧。首先，感谢各位老师在刚刚那个环节，对于我们的双方的一个指导这个是我很感谢的。第二个是感谢我老婆对我一直的包容，所以我觉得她愿意去工作，她想去工作，我觉得可以，都答应。
好，全力支持是吧？真好，真好。谢谢我先生的支持，我觉得我也需要好好工作，找回自我价值，找回我首先是一个女人、女生，然后我自己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好好抱抱对方吧。老婆辛苦了。谢谢。好，请亮灯。非常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祝你们幸福。来这边请。来，我们接下来就要揭晓我们今天第2组嘉宾了。这有点悬念。马先生和张女士啊，这个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出来。接下来呢，还有就是我们节目的唯一的官方报名热线是022236063010，有情感困惑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报名，记住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来，3、2、1，请开门。等不及了，他们会不会出来呢？肯定没人。不一定吧。没人了。没了。不一定是散，也许就是没想好，想要再继续考虑一下。光那孩子那事儿，估计对，我觉得那个过不去。没错，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选择放手，也是对彼此的一种负责任的状态。爱情就是有爱的时候，我们才能有情；如果没有爱的话，就没有情可谈了。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